虽说龙族族内高手如云，看似十分强盛，但总体的实力已经远不及飞速发展的人族，而且龙族主要依靠血脉获得力量。龙族最强者祖龙在远古大战末期陨落之后，再无龙能够超越祖龙，以至于龙族在如今六圣归位之后的洪荒中只能够谨小慎微，唯恐触怒了圣人，被圣人直接屠灭。但他们却又不甘落寞，依然做着当年天地霸主的美梦。数年前，东海龙宫故意安排一小波刚培育的虾兵在东海之滨为祸，渡仙门安排弟子在东海除妖，护卫人族，也算是打了龙宫一记耳光。但龙宫并不敢反打回来，因为渡仙门是三教道成，所以才有了这次荡妖大会。龙族想要借此机会宣扬武力，跟人族炼气士划好东海边界。而后龙宫又派了恶龙去渡仙门下请柬，却被忘情上人一直点飞，这又是一记耳光，比上次还要响亮。但是龙宫依然不敢对渡仙门动手，以至于会有龙宫权贵安排那葡萄的小陷阱，想要借此出气。幼稚之中又透露出了龙族的无奈与尴尬。在李长寿看来，龙族已经是外强中干，积重难返，整族都有些扭曲了。这个龙子莫非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将目光锁定在我身上？李长寿沉吟了几声，很快就有了决断，静静地观察着事态变化，直接走人。在这龙蛇混杂之地，远不如跟在自家仙人身旁稳妥。若是龙宫有高手暗中捏自己这个渡仙门的小虾米以泄愤，那就真糟了。稍后切磋大会，若那个龙子直接喊他上场应战，自己就以修为低浅，直接认输就是了。场中歌舞散去，一位眉毛泛白的龟仙人踩着金龟登场，慢条斯理地讲述龙族过往的辉煌。李长寿听都懒得听，他又感觉到了刚才的目光，很干脆地收起了风雨咒，循着这目光抬头望去，却见到了在后方那个即将登场的龙族少年。我敖乙，东海龙宫的二太子，今天必须做一件大事。敖乙站在几名仙蛟兵之后，面容平静，等待着龟丞相介绍自己，而后迈步登场。他身上穿着的仙甲宝衣微微发光，将那张还有些清秀的少年面容衬托得温润如玉。敖乙知道，今日这除妖大会他算是半个主角，这是他10岁的寿诞。但不要误会啊，这其实是他破壳而出之后的第10个寿诞。早在230多年前，敖乙在龙蛋之中已经有了意识，每日能在龙蛋中活动3个时辰。按照龙族的专业术语来说，那就叫做蛋动。从那时开始，就有各种老师利用每日这3个时辰，不断地教导他礼仪、诗词、乐律、仙法。无他是当代东海龙王的第2个龙子，祖龙流传下来的血脉比自己哥哥更为纯正，在未来有可能会冲击大罗之境，成为族内的一根支柱。最开始前几十年，敖乙接受的教导让他觉得龙族是天地间最强的一族，是天生的强者，是洪荒真正的主人。但是敖乙清楚地记得，那是163年前的某个东海清晨，自己每天已经能在龙蛋中醒来5个时辰。一位乐律老师在教导他时，好像是喝多了酒，对他讲述了许多的关于龙族不堪的现状。龙族并不是最强的，天有圣人，地有人族。远古大战，龙凤麒麟3族将原本无穷无尽的洪荒打碎，让无数生灵惨遭涂炭。龙族从而背负上了永世无法洗清的罪责，被天地排斥，被天道封锁了气运。他们只能在4海之中定居，不断用龙族高手的身躯去填补不稳定的4海海眼，
以此来慢慢洗清当年的罪责。海眼是什么？那是天地无权，是最凶险的炼狱。从那之后，敖乙就开始忧心忡忡，就开始每日的不断思索。身为龙王之子，祖龙血脉的继承者，他敖乙该为龙族做些什么，又能为龙族做些什么？渐渐的，敖乙发现了一个可悲的事实：龙族内部大多数依然觉得龙族是最强的一族，甚至有数不清的族人将镇守四海这般天道给的惩罚当成了是龙族的高尚品格，主动为苍生谋福祉。更有数不清的族人吵嚷着龙族曾是天地霸主，是远古之族，比生而为蝼蚁的人族高贵了不知多少倍。如今凤族麒麟近乎绝迹，巫妖沦为配角，可是龙族依然如同上古那般的昌盛，还被人族当作图腾崇拜，这就是龙族最强者的证明。可悲呀，可笑啊！如今龙族的苟且偷安，是无数龙族前辈用血肉之躯填补海眼换回来的。天有圣人，一指可屠灭龙族；地有人族，其势浩然，已远非龙族可挡。偏偏龙族绝大部分族人都还在做着远古霸主的美梦，在梦中不愿意醒来，为此不断地找人族宣扬武力，却又不敢跟人族真的开战。前几日，大哥龙宫的大太子竟还安排人给渡仙门用那般龌龊伎俩，却不敢站出来对渡仙门下一封真正的战书。这就是已经从根子上腐朽扭曲的远古霸主。我敖乙一条10岁的幼龙，又能做什么？敖乙看向高台，仿佛看到了自己那位已经大罗境的父王。大罗金仙只有大劫能毁，且父王就算是退位，位置也是给几位师叔师伯，自己是无法坐到那个位置上的，更无法利用龙王的权柄扭转龙族的境况。敖乙冷笑了一声，说白了，我只是一个被同族寄予厚望，要去帮他们出一口气，继续维护霸主尊严的漂亮木偶，仅此罢了。婉儿，今日荡妖大会上，你须得选渡仙门的弟子入场与你切磋，记得要赢得漂亮，让你父王欢心。这是母亲给自己的叮嘱。殿下，稍后出手还是要有分寸，不能真的伤人，不然事情不好处置。这是父王的丞相给自己的嘱咐，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有请我们今日的寿星，我东海龙宫二太子殿下登台。龟丞相已经开始喊了。敖乙面容平静地踏入场中，感受着汇聚而来的目光，却懒得去看这些非龙族的生灵。龟丞相依然在说着之前备好的稿子，很快就要到他敖乙亲手选一个对手切磋的环节了。这是荡妖大会正式开始前的助兴表演，也是要当众给小小的渡仙门施以颜色。敖乙自然知道自己的真实实力如何，龙蛋内那深厚的积累，祖龙血脉，天生神通，虽然破壳只有10年，但是族内那些刚刚成仙的龙早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今日就要在这万众瞩目东海附近仙门齐聚之时，他敖乙年仅10岁的东海龙宫二太子要做一件大事。刚刚他就观察了渡仙门弟子的实力，锁定了那个最弱之人。高贵的龙族啊，之前被渡仙门打了2记耳光，还觉得不够响亮是吗？还无法将你们打醒是吗？那好，今天我敖乙龙王的二太子就要堂堂正正的输给渡仙门一行最弱之人，这记耳光够了吗？醒来吧龙族，醒来吧，那些沉醉在远古美梦中的族人们！
现如今为时不晚，我们必须放下龙族所谓的高贵，寻找龙族真正的出路，让有天赋的龙子龙女去跟那些人族子弟一样，拜入三教圣人门下，去修行他们的法和道。今日就由我们的寿星二太子殿下找一位仙门良才切磋一二。来了。敖乙轻轻地吸了口气，迈步向前，目光看向了渡仙门的席位，连带着场内所有人的目光也看向了渡仙门的席位。你。敖乙抬起右手，指向了他此前就选好的渡仙门最弱之人。与本太子切磋一二。这……李长寿的额头满是黑线，双眼被阴影吞没，坐在那儿如同泥塑一般。这个世界为什么对他有这么多的恶意呢？在场少说有7、8千炼气师，在年轻弟子中，自己的修为不算高也不算低，那些小仙门的弟子有很多还不到反虚境，怎么就偏偏盯上他了呢？李长寿想不明白，当真是不明白啊。但他知道此时不是发呆的时候，他必须做点什么来摆脱当前的困境。无数目光汇聚而来，一道道仙石灵石探查而来。还好，只要不是他们拉着自己的手探查他体内，修为底牌就不会露馅。但是不能保证自己的底有没有被上方高台之上的那些大佬看透。李长寿此刻真的很想冲上去，把这个名将敖乙的小龙给摁在地上，扒开他的嘴，塞几颗融仙丹、伏魔石骨丹进去。长寿使者，长寿使者！一名渡仙门的女仙有些急促的传声。李长寿立刻定神，抬头看去。渡仙门的一位男真仙清了清嗓子，站起来，对着敖乙拱了拱手。敖乙殿下，您可是要与我家长寿师侄切磋？不错。敖乙有些不耐烦，让他上场吧。他话音刚落，也有几声传声入耳。殿下，您看错了，那个人刚刚反虚2阶。殿下呀，您选那个身着火色衣裙的女子，那女子反虚8阶。敖乙的嘴角轻轻抽搐2下，却是丝毫不为所动。李长寿此时也站起身来，对自家真仙拱拱手。师伯，弟子修为浅薄，在门内连前100都排不上，怕不是这位殿下的对手，贸然上场恐怕有辱我渡仙门的威严。不如请这位殿下再在咱们渡仙门在场弟子中寻一位门内当代弟子排行前10的同门切磋，弟子就不上去献丑了。其余的10名渡仙门弟子也接连站起身，有秦玄雅更是朝着旁侧走了几步，挡在了李长寿前方的位置。敖乙眉头一皱，这个人不只是修为弱，还如此磨叽。我就是选定了你，怎么，渡仙门这般不将我东海龙宫看在眼中吗？李长寿的眉头顿时紧皱，这小家伙是铁了心的要跟他切磋了吗？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呢？与此同时，高台之上，200、300位人族天仙都在低头注视着下方的情形，上百位龙族高手也在皱眉观察，唯有高台之上那位龙首人身的老龙王面带微笑，仿佛睡着了一般。老龙王管都不管下面，似乎早已经知晓会发生何事。李长寿正在犹疑时，门内的师伯也转过身来，对他露出了满含无奈的微笑。长寿师侄，不若你就去陪这位殿下过几招。这位男真仙也怕李长寿难堪，这次本想带你前来开拓眼界，没想到会被这位殿下选中一同切磋。师侄，你就将自己平日所学展露一番，不必非要争强夺胜，勿要扫了这位殿下的兴致吧。紧接着，李长寿就听到了另外一位师伯传声：长寿师侄不必担心，上去与他过几招，我们会从后面紧盯着。这小龙是龙宫太子，本领厉害，你见状不对就立刻认输，万事以自保为上。你修为不足，输了也无妨，
咱杜仙门的面皮也无需弟子流血去挣。李长寿心底一叹，露出了几分笑容，对着门内众位投来关切目光的长辈同辈拱了拱手，迈下台阶，朝着场内而去。我就做好一个反宣二阶弟子能做的事吧。今天这个敖乙是主角，对方选择我，应该是想要确保能够稳妥的赢下这一场。那我就乘人之美，过几招就不敌认输，只要别让我输得太难看就可以了。长寿失职！九九忽然在旁边喊了一声，解开自己背上的大葫芦，对着李长寿眨了一下眼睛。你的朱邪如意剑忘记带了，本师叔已经参悟的差不多了，这就还给你吧。李长寿顿时一阵哭笑不得，但他也切实地感受到了小师叔对自己的那份关切。朱邪如意剑，忘情上人炼制的极品法宝，据说有蜕变成灵宝的潜质，威力绝强。这是小师叔的本命法宝，此时竟然用这种由头来借给他用。啊，师叔，弟子只是去跟二太子殿下切磋，切磋并非是生死相搏，就不必用这种杀生法宝了。言罢，李长寿迈入场中，并未去拿小师叔的那只大葫芦，目光第二次与龙宫二太子相对。敖乙的嘴角露出了少许微笑，眼神满是迫切。很好，来吧，证明击溃我这个龙宫二太子，用你的全力对我打出一击法术或是拳脚，必会被你打得吐血三升。李长寿却是心底一阵抽搐，对方这个目光想干嘛？如此咄咄逼人啊！这个龙宫太子难道想当场格杀我？哎呀，难道是因为哥不是仙苗，直接杀了杜仙门的反应也不会太大，又能给龙宫解气？应当是打的这般算盘，这场较量要小心应对才是。